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加拿大也出现了野火。那我们看到这个 CNN 有公布一些相关的画面，就说哇，这个超现实的影片显示出来，野火已经把加拿大的天空都染成红色了，甚至整个小镇这样拍过去的画面，全部都是这样子红红的，这样已经烧了其实好一阵子了，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真实的画面，不是挂了滤镜哦，这是真实野火。烧得非常的严重，以至于整个天空看起来是红色的，然后让整个小镇都变成了红色的画面。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加拿大就这样子放任着这个火，当然他们就说每年都会有这样子的火，可是也没有像今年烧得这么严重啊，这已经算是史上最严峻的一次了。因此还造成了这个数千人哦，甚至是数万人。我看到这个黄刀镇哦，他们已经有2万名的居民哦，必须要撤离，这样长长的这个车这个排队，车水马龙的这样子在排队哦，要赶快离开这样黄刀镇，因为他们再不离开的话，恐怕车子要融化了。这不是在开玩笑，因为有一些居民讲说，他们看到就是旁边邻居的车子比较靠近的已经在融化了，他们觉得很不对劲，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要赶快跑哦。那他们还有问到其中一个居民哦，有一家4口，他们就穿越这个余烬哦，结果火烧到这个车子，烫到开始融化。他们说前挡玻璃破裂哦，甚至他们担心会爆胎。大儿子还不断的说：“我不想死啊，妈妈！”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杜鲁道在做什么呢？他是被大家质疑了半天之后，才赶快召开紧急的部长会议哦，就说啊，这个消防的部队赶快部署黄刀镇哦。那加拿大的国防部长也说，他们现在要开始进行一些军事的空运。可是你看 Twitter 上面的网友哦，真的已经对杜鲁道非常的反感，在骂翻了他哦。他们讲说，看到夏威夷的大火，杜鲁道也是一样啊。那无力扑灭这5000多起的森林火灾，上个月只有900耶，你就这样放任着森林火灾这样子烧了这么大一片哦。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设备不能提升，可是我们却一直向乌克兰转账数十亿美元。然后他还讲说，如果你看一下世界地图哦，加拿大是世界上唯一发生如此大规模火灾的国家。那杜鲁道跟他的精神病患的内阁应该要停止纵火，他们就觉得说你官员有责任，可是你们却放任这个火一直在烧，甚至还有人贴上就说杜鲁道是个骗子，加拿大已经着火了，贴上加拿大，你看这个火烧的面积是这么的广大，那这就是加拿大现在目前的状况，人家就觉得说怎么加拿大也有火。夏威夷也是这一把野火烧得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野火其实烧毁了岛上数千座的建筑，大概有80%的面积是付之一炬，还有上万名的居民、旅客都要被迫撤离。预估它现在这个重建成本大概是55亿美元，相当于台币是1700多亿元，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那现在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这个110，我还看到111人的这些数字哦。所以为什么警报器没响啊？然后就有官员跳出来啊，他是紧急事务管理局长，他说啊，因为户外警报的设立目的哦，是为了海啸而不是野火，那居民训练的，一旦警报响起就会往高处撤离哦，所以他说他不后悔没有发布警报，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刻意不发布警报，跟前2天的一些推测说是不是警报系统宕机啊，或者是有一些烧毁电路和网路所没有发出这个警报，原来是人为的因素。他说因为不想害你走到火里面去，结果这样的话出来之后啊，人家马上就引发了一波抨击，就说你少在那边乱讲啊，什么只是为了海啸，明明当初这个警报系统就有海啸、飓风，然后水坝溃堤，甚至有飞弹啊，还有洪水、野火，各种不同的警报都有。所以他讲完这一番话之后，因为被骂翻了，所以他赶快就撤离，就不是撤离，赶快就辞职了。可是呢，我们看拜登哦，他现在要去贸易岛了，人家就问他说，你现在这个什么时会不会回答这个目前死亡111人的问题？他就说不，现在不行。人家觉得说，你前2天才在那边讲了类似的言论，说什么不予置评，才被骂翻哦。所以这个拜登到现在还是没有知道悔改嘛？你看贸易岛的居民都在酸哦，就说你来这边看灾只是想做样子，你根本不是打从心里来关心我们。因此人家讲，这个夏威夷哦，恐怕这场野火会变成拜登的卡崔娜危机时刻哦，就像是以前大家对于这个布希讲说，跛脚鸭，因为你
这个对于救灾不利哦，重创了他的一个声誉。但是你看拜登现在可能情绪有受到影响，就在那边大喊说：“啊，我们美国没有失败。”我们来听听。They're telling us America's failing. They're dead wrong. They're dead wrong. America isn't failing. America's winning. And I've said 1,000 time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re is no quit in America.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拜登的支持度仍然是停滞，大概只有36%的人是支持拜登在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些处理方式哦。然后整体施政的话，支持度大概42%。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这个 Katrina 那个死亡人数是1392啊，所以拜登大概觉得现在还死的不多，这么冷血？不，现在有1300人失踪啊。对啊，所以拜登大概在想，这个搞不好人数还会上升啊。那 Katrina 坦白讲，那个还有阶级因素啦、种族因素啦。所以后来当然联动影响到对共和党的这个非洲裔的支持啊等等啊。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夏威夷是在外岛啦，所以距离美国本土很远。所以你虽然会看到新闻啊，可是你没有那么感同身受，那跟 Katrina 那个是在美国境内嘛，那不太一样啊。而且拜登把这里当作他的铁票区啊，因为民主党他上次好像拿了要63% 的选票啊，而且历来都是民主党的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其实也不只是对选情的乐观呐，还包括他要推卸责任，他要把这个东西认定为是州长的责任，所以我总统不能太早介入啊。事实上，那个贺锦丽也有人去问他，他说我不能去，我怕我会妨碍救灾。贺锦丽真的这样回答啊。那拜登人家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调动军队啊？因为夏威夷的军队接近5万人啊。那拜登大概在想说，那州长可以调国民兵啊，所以就是都对到州长那边。我觉得他的思考方式大概是这样啦，所以你用台湾的角度会觉得难以理解了啊，就是说，这么严重的灾情，你怎么可能总统好像视若无睹啊？不是，他是知道灾情已经发生了，然后他现在要弄清责任，更坏，然后对自己没有伤害，就是为着政治的算计啊。我认为是啦，不然怎么会度假还悠哉的？因为他就认为这个是州的事情啊。那这个加拿大这个事情是比较难以想象啦。这个地方事实上如果去看极光的，应该参加过极光团啊。那个黄刀镇1年有250天可以看到极光啊，因为它是在加拿大的西北区嘛，大概在中间偏西北那一带啊，在湖的顶端呐啊。我觉得应该是天候不断干燥，那到了一定的临界点，某地方就起火了。对，大概是这种状况。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其实美国发生这个夏威夷的这个野火事件啊，加拿大发生野火事件比美国还早。对。那现在越来越严重。对，加拿大可不是一个小小的贸易岛。贸易岛烧完就烧光了，80%烧完了。加拿大已经延续好几个月了。对啊。那这个问题更严重啊！那加拿大政府到底在干嘛？事实上，我们上个月就已经看到美国的好多美国这个东北部的城市啊，都是一片雾霾，就是因为加拿大野火。这个已经好久了。我看好像5月多就开始。5月多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美国、加拿大啊，什么一个现象呢？就是说这种民主政治体制啊，过去认为怎么样？它是有效的，它是有效率的，它是以人民的生命财产为最高考量的啊。然后一切的资源是为人民造福、为人民除灾除难的啊。现在看起来都不是，这2个例子看起来根本。老百姓的死活好像跟这些被民选出来的人一点关系没有，所以这些就是说，应该就是说，像美国这种西方的民主体制啊，我们翻译翻错了，是什么以民为主，
民主的意思就是投票来选举领导人的意思啊，一种选举制度而已。所以这个民主制度现在普遍性面临什么？政府失能，政府失灵，政府不负责任。虽然他应该是要负责任，好像说他是人选出来的那事实上他现在普遍性他就是失灵，他就是不负责任，他就是什么？跟人民有一个很大的脱节。那所以一切都回到原点了，那个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关联性是没有的。对，做他的官。然后呢，你知道这一次讲的加拿大还讲了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在我们烧的这个时候他用杜鲁道用电邮送了10亿美金，不是送到灾区，送到乌克兰。所以呢，我觉得拜登的话很有趣。拜登是说 America is winning abroad， 在国外赢得什么俄乌战争，可是 is failing at home， 对不对？包括加拿大也是一样的，也没有赢也没赢所以 is failing all over the world 所以你看拜登讲的一段话，他还拍了一段预录影片就跟贸易岛讲说，只要需要，我们就会和你在一起马上被人家讲说有吗？你在哪里呢？都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啊。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但是你看去现场的那些观众，只要拜登讲我们美国人一定会赢，哇，大家就鼓掌。我讲了1000次，大家鼓掌1000次好了。这个就是什么？愚民政策、愚民政治到极点，就是有极端的一些人，他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到你无法理解的一个地步，就是说，你只要继续给我鸦片，继续催眠我，继续说我美国人好棒棒，我美国人永远是世界第一，我美国人永远是世界最强大，然后大家就已经活在那个虚幻中了，大家就鼓掌了，开心了，那个一切都没事，一切都太好了。完美的世界，那又将再度的降临。贸易岛，1万多人嘛，死了1000多人，现在死了100多人，遥远的国度过去了吧？然后你看到加拿大烧得满片火，遥远的地方就过去了吧？反正都是偏乡野地，又不是在城市，又不是在温哥华烧，又不是把整个温哥华烧掉，又不是把整个华盛顿烧掉。华盛顿烧掉没关系，再重建就好嘛。一切都这样子。这个就是什么？台湾也一样啊，不是8800亿吗？烧了这些钱，我们人民的血汗钱8800亿，烧了几年以后，各位看不到任何伟大的建设，钱烧光了。美国的武器一直买，钱花光了，但是什么事都没有。他继续要领先民调他还要继续连任，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这套民选的制度，我就是把你选出来，选出来以后，这些被选上来的人，他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因为他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选民健忘，选民很容易遗忘，所以他基本上就吃定了选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问责制度，他也没有终身的问责制度，反正你选我出来，我就拥有权利，我不做事，你也不能奈我何。像尹锡悦就是非常有趣的嘛，他们还有好几位选举出来的人，他们可以不去上班，也都可以好好的过日子。好，那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这样的一套制度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选举的期间再用别的议题来盖另外一个议题就可以了，因为选民的注意力被转移了，选民一旦遗忘了，什么时候都是船过水无痕。坦白说，这套制度在人类的政治史中曾经出现过，也就是在雅典娜曾经出现过，可是很短的时间它就消失了。原因在哪里？原因是这套制度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解决不了他们国家的问题。现在他们也就是面临他们解决不了他们的当代的问题的生死之战，所以每天在神话民主制度，还是回归到现实的制度，想清楚这套制度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才是理性的行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来看一下美国现在目前的做法因为拜登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限制的规定人家就是有这个前 CIA 的副
副总法务他提到说，这或许是这个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福音哦，因为现在投资者最终需要提供任何的新资讯哦，其实都有助于美国的情报界来调整他这个传统的间谍目标啊，不再是过去那样说，你好啊，很高兴认识你啊，你能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吗？新的做法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不和我们分享的话，就会受到民事处罚，就用一种你不听话，我就处罚你这样的一个方式哦。那其实包含连太空的卫星现在也是这样子哦，他们要跟踪目标打击部队，因为他们太空军已经建立了第一支分队，那就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将是要分析潜在的目标，然后探测目标以及摧毁目标。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的文件里面这样讲，有必要的话就会实施这个攻击的行动哦，然后攻击地面或者是网络空间的一些相关的目标。另外看看这个拜登持续制裁中国大陆，那这个美国的商务部讲说，将对中德加进口的这个镀锡钢征反倾销税，那对华的税率达到了122.5%哦，所以这些动作包含了像是这个晶片量子运算 AI 这些东西他们就说这只是一个起手式，可是妙的是什么？妙的是下一周传出这个雷蒙多要访问中国大陆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说正在密切的安排当中，所以是不是又开始为了要增加一些谈判筹码，然后另一方面又赶快实施制裁或者是反倾销税？那拜登的去中化也被经济学人唱衰就说会让盟友更加的依赖北京。那拜登可能现在也要面临到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对美国的不信任，去美化看起来不断在加强我有看到一些这个数据讲说中国大陆最近好像有5800多吨还是6000吨左右的黄金陆陆续续运抵了中国大陆，而且还传出来接下来还要再购买600多吨的黄金那沙国也同样在减持美债，除了中国大陆在减持之外，他们已经连续3个月在减持了，现在目前已经降到6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其实不光是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质疑你看看美国的一些在金融界非常这个呼风唤雨、含水会结冻的角色，比方说大卖空的本尊，这个电影《大卖空》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个贝瑞他现在正在做空美股他就是大卖美股他大概有16亿美元正在放空美股当中那巴菲特呢最近也是大概卖了80亿的美股现在他目前手上持有的是现金跟美债为主。那这个爆料的消息的人是这个《富爸爸》的作者，所以看起来他可能也是在这个放空的行列当中。那再来这个习近平下周在22号的时候要出席金砖峰会，人家也解读现在这个金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更大的在南非这边，他除了峰会之外，还要进行国事访问以及来推动一系列的这双边合作的签署备忘录。感觉上面金砖峰会是要准备要联手来对抗西方了嘛？因为其实金砖国家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国家，22个国家也要加入金砖，所以这个整体的经济体可能是他们认为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秩序，他们开始越来越加的怀疑，所以他们也喊出说要推出自己的金砖货币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讲说，因为金砖国家要寻求改革全球治理的体系，来加强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在这个市场在全球的一个影响力。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我那个美债的买卖6月刚公布嘛那中国大陆是进一步卖了110多亿那日本是小买了88亿可是5月日本是卖了342亿那中国是卖了200多亿所以坦白说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在调整它的美元部位了，那这个会联动到金砖会议了因为金砖会议这一次除了扩大成员之外可能会扩大蛮多穆斯林国家参加啦因为目前第3世界的大国很多都是穆斯林国家啦，对，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印尼或者是土耳其或者是埃及都是穆斯林国家那加进来之后，他们可能就会首先讨论非美元支付的问题了。非美元支付可能可以包括2块啦，第一个就是现有的非 SWIFT 支付机制的各国的那些支付机制是不是要做一个整合比如说中国有 CIPS
那俄罗斯也有，那伊朗也有啊，那大家是不是要把它整合成一个新的系统啊？那这个整合之后，我觉得有可能参加的银行会接近4000家左右。目前全世界的 SWIFT 系统是11000嘛，11000家啊，因为 G7 的银行都在那里面，那韩国当然也在里面，台湾也是啊。可是只要这个新的非 SWIFT 的支付系统，假设说它的银行可以到4000家啊，那我认为就会开始造成某些欧洲国家要参加哦，因为这两个并不是互相抵消的，你可以同时参加啊。那可是有一些交易我不要让你美国知道，我就在这边交易，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啊，所以这个对美国就是一个冲击，就是支付，这个会导致美国对全球贸易流向开始没有办法全盘掌握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非美元支付的部分，就是我是认为可能第一个谈的是全球的能源支付可不可以用本币交易啦，因为几乎大部分的能源的大国都在里面，金砖啦，大部分都在里面啊。那至于这个我们所谓的是会有金砖的货币啦，我觉得那个恐怕不是这个阶段的问题。他可能会去扩大非本币，可是非本币非美元啊的本币交易啊，可是本币交易坦白说了，这个有一些国家的本币真的是不怎么样啊。有些人不太敢用，所以有可能先用人民币。可是印度会反对啊。印度的卢比没有人愿意收啊，那阿根廷的货币也没有人愿意收啊，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记账上成立一个虚拟账户？那可是它的价值的计算标准，大家要讨论。可是光是这个讨论，那美国就紧张了啦。大概是这样。对，我补充一下，印度的卢比哈，印度也不收。这样啊，好狠的一箭！赖老师，这次金砖5如果能够成功的扩容哈，我的推断了哈，我的推断是认为说啊，这个各位想想，参加进来的国家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能源大国，因为委内瑞拉也在申请了。伊朗也是海湾国家 OPEC Plus， 因为包括俄罗斯在内。那委内瑞拉如果也都进来啊，印尼也都进来，各位想想以后的这种能源的这些联盟，在金砖5中就会有影响力了。规则的制定权啊，它的价格的制定权那就很大。为什么？因为它是供给方跟需求方都是在成为成员国。为什么？最大的需求方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他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联盟就会形成，这是第一个，摆脱了美国、英国他们原本在这个石油期货市场上的一个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把它萎缩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宗的原物料，原物料的话，你想想看，这些发展中的国家，那么要新加入的都是大宗物品跟原物料的国家，也建立了一个原物料的这些期货市场的定价权，这个会很大的。中国大陆还有很多的发展中的国家都是工业制成品的大国，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工业制成品的大国也会形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跟联盟。那各位，在这么庞大的3块系统中，要把它串在一起的就是货币。金砖的货币，我个人的推断跟郑亮是一样的，也就是目前来讲可能性不大。那最主要的是一个兑换的一个系统。这个兑换的就是本币交易的或者兑换系统，有更多的银行都加进来的话，他们可以结束了 SWIFT 的垄断，而且把它的本身的货币的成本往下降，交易的成本往下降。那这样的话 ，SWIFT 的垄断的时代就结束了。它必须要想办法把它的成本往下降，因为如果金砖的这些支配系统、兑换系统，如果一旦建立起来，而它成本更便宜的话，它会吸引更多的发展中的国家往这个地方移动。当更多发展中的国家往这个地方移动的银行加入的话，也会带动其他的高度发展的国家再进来。那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它就一个抗衡的体系来了。那 SWIFT 未来要工具化、武器化的可能性就没有了。最后讲太空军，
当初美国说太空军的时候，我就说你就是一个攻击系统、侵略性系统。他们还说我们是防御性的，我说你不要说谎。现在他们承认了，就是攻击性的。为什么？因为太空军没有办法防御，只能攻击。好，来问一下谢老师。其实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贸易制裁啊，还有这个投资的限制，还有科技啊输出的限制啊，基本上就要把整个国际贸易的体系啊，事实上它把它一切为二，它的产业链它希望把它怎么讲，把中国切出去，然后呢让中国自力更生，这个是美国的大目标。那这就会让这个全世界受损啊。那可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还有现在金砖几个国家，现在想把国际的货币市场啊，现在美元独霸的货币市场也把它变成2个，那受伤的只有美国，其他国家通通获利，所以你觉得哪一个会成功呢？所以你把中国大陆就是说排除到这个现在既有的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上，美国做不到，因为美国一个国家都做不到之外，他还要其他国家一起来跟他配合。所以到目前再怎么做，只能做到什么？只能做到晶片啦，要不然一些这种 AI 的科技，还有这种量子预算相关的科技，只有这些部门，其他的部分人家也不愿意配合啊。那像世界贸易现在最大的项目是什么？全世界最大的项目是汽车，大概有算过，大概1兆3000亿美元一年，光汽车的贸易这都是。那这种贸易呢，基本上都用什么来进行啊？几乎大部分七成以上都是用什么？都是用美元来支付的。也就是说，光汽车贸易一年1兆美金的话，美国人每一次 transaction， 每一次换美元贸易的时候，你都要经过 SWIFT 来支付譬如说啦，他给你赚个每一笔100块，给你赚个2块钱的话，多那你美国人就是躺着在那边赚钱。对，2%。美国人睡觉的时候，你只要经过你今天买一辆汽车，从这个中国买一辆汽车，你比如说今天是新加坡中国买一辆汽车，这个在换汇的过程中，美国人就躺着就赚钱。所以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出现了。你有去跟回来，那就2倍。我说大概是5%，对，5%，所以5%，美国人是躺着赚钱的。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所谓的支付系统成本太高了，怎么样？把跟美元脱钩的话，大家都赚钱。所以这个现在金砖在推的去美元化、去美元的支付工具，以美元为贸易交付工具，这个成功的几率很大。所以呢，现在美国的危险，我认为是大于中国的危险。所以这个国际贸易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美国人认为他还是过去的那个世界霸主，大家对美元那基本上这个都是持欢迎的态度。现在你看沙烏地阿拉伯他就不愿意了，对，而且去年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外长首次在国际上表态，以后沙国的石油交易也有可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钱大使谢文吉，翟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这个先来看看这个侯友宜是不是越来越回神了？在他的民调上头，昨天当然大家聚焦在郭台铭的主流民意页包含了这个张荣卫、谢点玲、周点论都有出席感觉上面地方派系的集结是不是也要跟这个国民党的党中央叫板那另外呢，这个应该是说张荣卫出席的这一场这个主流民意宴但是呢，在家乡张丽善女儿张丽善她挂上了跟侯友宜的这个看板所以这个友善连线的看板上架啦。人家就讲说，这也让大家想到这个谢点玲跟她的姐姐。因为谢点玲是离开了国民党嘛，他宣布说他退出国民党。但是呢，你看谢逸凤的讲法说，朱立伦要上攻了，讲什么？讲说这个地方不希望郭台铭选所以就算同一家人，看起来好像在这一次的这个蓝营的选战当中，支持的人也不太相同不尽相同。那朱立伦讲说，看到侯友宜的民调现在追平柯文哲，他说渐渐回到5月原本该有的情况，因为根据这个5月份美丽岛的民调赖
侯柯分别是大概35%对26%对22%，所以侯友宜同样是略微领先柯文哲的。那但是呢，我们也来看看现在目前两岸状况是大家最关心重中之重嘛，因为赖清德他这一次今天要这个从美国回来台湾，那他有提到啊，带领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啊。那人家讲说，这我们到底是哪边成为了民主世界的 MVP 呢？他其实也没有讲清楚啊，但一贯式的就是可能绿营习惯是讲说，我们就是民主世界的表率，一个口号的感觉而已啊。可是你看看新国的副总理黄循财提到现在台海问题是民主和威权的较量，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代表说他也对于赖清德这种讲法，一直强调自己民主，说别人是威权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并不利于目前台海的情势，这想法是危险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还有美国雷根号打击群你看到这个像是自由时报或是一些绿媒就在讲说，哎呀，你看赖副要现在回来台湾了，所以雷根号就在这个东部外海这边部署，所以感觉上面是一种挺台湾挺台湾然后绿营就嗨翻了，就说这个雷根号护赖就像裴洛西访台的时候这样子支持着台湾，但是这是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误解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雷根号的部署在台湾的东部外海，是因为这个中俄的舰队昨天有经过这个宫古海峡从这个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他们北上，然后太平洋这边来驶回东海，他们这11艘舰队其实旅行很远呢。我们看这边的图早在7月28到29号的时候，那时候中俄11艘的军舰就穿过这个宗谷海峡进入到太平洋。后来日本就没有再更新说，这11艘军舰的状况。再出现消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阿拉斯加了。然后到阿拉斯加那边，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看到绿媒就在那边讲说，这个是在这个抵近，然后威吓美国，所以美军还派出了4艘驱逐舰跟一架 P8A 来看看你们这11艘军舰在做什么。那他们现在呢，可能已经在这边旅游了一趟也不算旅游，军演了一趟现在又回到了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所以才有这样子，因为他们要经过，然后这个雷根号才过来，所以感觉上面，如果你没有知道一个新闻的脉络的话，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片段式接收到讯息，就是这雷根号是来挺台湾的就是我们只是。根据事实来说明一下。那再来，现在讲话要很谨慎不然要被出征再来，我们看看现在两岸的关系更加紧张。今天一个大消息，因为国台办刚刚开了一个记者会朱凤莲出来讲了，他说民进党政府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很多，国台办最新表态违反 ECFA 精神，将会反制。换句话说，这 ECFA 是不是快要解除掉了，或者是说有可能会调整一些里面的早收清单的一些项目，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调整。他说，因为这个民进党大量的限制大陆的产品输入，涉嫌违反了 WTO 原则，所以将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甚至呢，这个解放军东部战区这边还公布了一个越海峡的 MV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好，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的相关报道讲说，这个越海峡难道是要穿越台湾海峡吗？那个阅读的越，该不会是穿越的越的一个谐音的用法吧？然后呢，影片当中也有展现出来解放军抢滩空降跟机降的一些战训的画面，所以很多绿营的媒体在那边解读，就说哇，这该不会是想说要登陆台湾吧？这该不会是一种武统的一个展现吧？展现出来攻台的过程吗？所以是不是又要挑起一些这个烟硝味所以有些绿媒是这样解读，但是大陆的媒体是讲说这样子一个东部战区的专门推出 MV 时机呢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个警告。那再来，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个歼16D 也在出现在西南空域。那可是国防部的讯息却是一片太平，感觉上面好像并没有相关的讯息揭露出来让我们了解。而这个美日韩在大卫营这一边，现在要确立小北约，坎贝尔讲说这是要因应中国大陆的一个威胁的第一步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外交、军事的强大压力所以这个小北约或者是这个美日韩峰会可能是要共同来应对目前中国大陆的第一步。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这个我们 ECFA 是主要得到特殊的关税减让嘛，然后去大陆有539项的早收清单啊，所以如果是针对 ECFA， 应该是类似这一次的那个聚碳酸酯，就 PC 啦，被征那个反倾销税，这个会比较像啊。那至于说违反 WTO 实施不公平的贸易啊，这个会比较接近中国商务部在执行的那个贸易壁垒调查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贸易壁垒调查是针对大陆的商品、农产品不能进来台湾，啊，那个这个部分大概10月12号会有第一波的公布哦。那1月12就明年投票前一天嘛，会最后定案。那这个项目有2455项，所以这个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会选10月12号这个日子？我不知道，你问我要问谁？你应该说最后定案，你什么都知道啊。最后定案刚好是1月12号，投票前一天。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影响最大，因为据我了解，我也了解几个同业工会啦，比如说纺织工会、成衣工会，如果中国大陆的产品就是抗议，你不让我进嘛，那你就是违反 WTO 嘛，他已经接触了台湾大概有将近20个团体了。不，他们也乐意提供数据了，他们不希望被纳入嘛。这个影响更大了。事实上，这个是指他的产品可不可以进来台湾这个部分啊。那今天朱凤莲这个记者会比较引起注意，是说他去讲 ECFA 了。他说违反 ECFA 精神将反制啊。那坦白说了，这个 ECFA 主要是说它减让关税，让台湾去大陆市场得到竞争上的优势嘛。这个部分到现在它都没有去除任何项目了，都没有啊。那即使针对这个 PC 啊，我们说石化业的 PC， 它征这个反倾销税，这是第一个案子啊。那事实上，它也是遵循 WTO 的规则在进行，不是 ECFA 哦。他就说去年11月30号我就开始启用听证啊、调查啦。那结果我们发现有倾销的状况，所以他就开征15%到17%的反倾销税嘛。那因为这个产品它的税平均大概6.5左右，那我们台湾被征到15到16，基本上就失去竞争力了。尤其是韩国，因为韩国它有参加 RCEP，所以韩国它的税大概只有2.5，所以这个对我们石化业是很大的打击啦，就是 PC 这个产品啊。那这个产品大陆的进口啊，有23.5%来自台湾，那总金额大概是375亿台币，其实金额也不是很小啦，金额也不是很小，所以我不知道朱凤莲的意思啊。朱凤莲的意思，如果是说针对 ECFA 项目，他们未来会有一些反制哈。那坦白讲，这个其实我刚刚讲的这2项，对两岸的贸易都会是很大的变化。一个就是针对 ECFA 项目进口大陆的关税的减让要做处理嘛。那另外一个是，你本来不让人家大陆产品进来台湾卖啊，那经过这个贸易壁垒调查，你可能必须要做让步啊，那大陆产品就会进来啊。大陆产品如果进来台湾，对几个领域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事实上也有很多同业工会已经表达过意见了。那我想问亮哥，这是不是应该会冲击到民进党的选情？那是不是这个赖清德应该有所表态？那还有现在这个3只小猪说要团结下架大野狼。目前民进党对于这样的东西一定先表达说，哎呀，又在施压台湾啊，等等啊。可是这个是经济的立即损失啊。那我坦白讲，我不知道老百姓会如何反应啊。这个就好比你的释迦嘛、凤梨嘛不能卖大陆，那你认为释迦的农民跟凤梨的农民会不会就不投民进党啊？这个有待观察啦。因为他最后定案的时间点，我讲的是贸易壁垒。贸易壁垒定案的时间点是1月12啊，刚好投票前一天呐，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会产生多少冲击。然后10月12他公布第一批嘛，那我觉得一定会引起一些讨论啦啊。那另外就是
ECFA 我觉得会不会真的做处理，取决于谁当选总统啊。如果是赖清德当选总统，那我觉得大陆可能会对两岸感到悲观呐。那可能之后会做处理也说不定。好，来问一下介老师。对，这一次是那个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第一次就 ECFA 的问题啊，做出比较警告性的发言了。这个我觉得是要值得我们全台湾，尤其这个经济产业界要用非常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啊。当然，蔡英文他们不在乎啊，蔡英文快要下台了。那反正赖清德他不敢面对现实？他现在如果说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他也不要选了，对。他现在就是要轻描淡写，无所谓啦，怎么样哈？可是说实话，这个是朱凤莲，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你针对我那个2455项的这种所谓的台湾方面禁止大陆进口的这些所有这些产品项目2000多项，他基本上他用什么方法来回应呢？他用 ECFA 来回应，也就是说，介大使，我这里补充一下国台办的新闻稿的标题是支持依规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 ECFA 项下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对，这是它的标题，这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它的前提就是说，你对我，他没有讲说 ECFA 有什么问题啊？对，当然 ECFA 你当然还是要依规定，可是他这句话他讲前提你对我诸多不公平的贸易待遇，他过去是不吭气，我们从加入 WTO 到现在，他从开始要做贸易调查，从来都没有吭气，没有正式。现在他吭气以后，接下来说用什么方法来，要怎么样？要用 ECFA 来回应啊。那 ECFA 它给我们521项的这个优惠这521项都是关键的。比如说这个石化产品有88项这次的 PEC 是88项之一而已运输工具有50项。然后机械产品有107项，纺织产品136项，其他成本140项。我们现在很多销大陆的厂商如果是在这个500多项这个所谓的早收清单里面，事实上都是享受优惠关税。就是韩国的进口韩国要卖同样产品，它进中国大市场可能要交8%到15%的税，我们台湾产品是0%。所以在大陆上，我们这些产品就怎么样？横行无阻因为大陆给我们优惠嘛。对。那现在说实话，我们这个 ECFA 早收清单非常的脆弱，根本都不需要谈判，他也不需要理你，只要任何一方告诉说，我准备3个月，我准备要停止这个 ECFA 3个月之后，中间他也不理你，不跟你咨商的话，就自动没有啦，就没有咯。根本连调查都不要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次朱凤莲讲的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如果台湾没有听懂的话，我觉得像国民党应该有一些懂贸易的，他应该出来对这件事出来讲话，替台湾的产业喊话，因为这个对台湾的产业是严重打击。我们去年赚了1600亿美元的钱，很多都跟这个优惠贸易是非常有关的，那会重创台湾的经济。那民进党不会吭气，可是我觉得赖清的对手为什么不拿这个出来好好来质疑一下呢？难道他们真的还没有开工吗？好，我们来问赖老师，分2块来讨论。第一块就是 ECFA 的问题。朱凤莲讲得很明白，大陆的商务部已经开始讨论研究 ECFA 的存废的问题。那国台办的立场是支持这个商务部有关于 ECFA 的相关的最后的一个决定那这个立场就很明白了。那因为它里面有谈到 ECFA 今天会有问题，是因为民进党上来了以后的这些歧视性的行为，而且对于自由贸易还有贸易壁垒等都不改善，而且已经多次的跟民进党做沟通都不改善，所以大陆商务部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个 ECFA 要终止，还是部分的产品终止这个部分。那这个不需要送到任何一方的仲裁，也不需要送到 WTO， 这是大陆双方单方面就可以做决定的那这个部分等于是提醒台湾的各项的业者要思考也就是应该要开始有风险管理的概念了，这是台湾自己的业者要做的事
那第二个部分，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贸易关税的壁垒的问题。原本大陆实施调查的是2055项，现在增加到2509项，也就是增加了454项的产品。这个是贸易壁垒的问题，这个要在 WTO 里面来仲裁。那大陆陆续的会完成所有的调查，调查结果结束以后，那就会移交到 WTO 来仲裁，或者是大陆可能就对于部分的产品开始实施报复性的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也就是要求你要取消歧视性的行为，那要回到对等的贸易行为。那如果台湾这边不同意、不满意，那就送到 WTO 去接受仲裁。就是他们追求是一个公平嘛，追求一个公平。赖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哦，因为现在他们都不断在讲说啊，这个雷根号是为着赖清德而来哦，然后甚至赖清德他们也是不断在强调，这个现在选情上面，这是台湾才是民主世界的一个表率。您怎么看现在目前蓝绿这样子的一个？这还是分两块。第一个，台湾这一次的选举跟民主无关，我们的民主已经几十年了，跟你赖清德不赖清德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的选举是台独跟反台独的战争，也就是说你主张台独，那就我们要面临战争的风险，我们反对台独，那就是我们寻求和平的这样的一种稳定度。那也就是我们两岸之间不要战争，要和平，就要反台独。那如果你支持台独，那两岸之间就有战争的风险，所以这个跟民主跟不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赖清德或者是赖清德的所属的政党最没有资格讲民主。不要忘了1450这种反民主的行为，这个就是民进党跟民进党所掌控的政治机器所干的事。赖清德说我是1450的受害者，可是他上台以后，他的1450非但没有收敛，没有检讨，没有解散，没有去整顿，没有去曝光，而且还任他胡作非为。到今天为止，1450还是不停的在攻击，所以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另外一个，雷根号航母，绿营的民进党不要笑话了。第一个，它是例行的，去年2022年也是南部走一趟。不要忘了，这次一样说从菲律宾海走一圈，后来中国大陆要在南海举行导弹实弹射击，雷根号航母赶快就跑了，提早溜。各位不相信，你们去查查雷根号航母的航机图。中国大陆宣布在南海10万平方公里进行东风27的导弹，雷根号航母撤离南海，往北走。往北走了以后，糟糕，碰到什么事？碰到中俄的舰队啊，从横须贺军港的东边开始往南走，要穿过宫古海峡。这个时候，雷根号航母只好待命，等一下让他们先走，不然的话，两边的舰队就要直接去遭遇了。所以问题就因为雷根号航母从来没有碰过一个这么庞大的舰队往他这边冲过来，所以不要在那边自己贴脸了，其实不是那个样子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